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越是优秀，越被黑粉造谣。王一博究竟动了谁的蛋糕？王一博是假唱，无名歌词都唱错了，还有人尬黑，不懂电音去学学。问问内娱，承认王一博是个优秀的人有那么难吗？大湾区晚会上，王一博演唱了自己作品《无名》的同名歌曲《无名》，虽然时间短，但网友们听起来那绝对是意犹未尽，没一会儿功夫就到其他艺人了。演出过后的王一博也是没打停的下班回家了，谁能想到竟然有人怀疑王一博假唱？也许是当晚大湾区晚会上翻车的艺人太多，也许是当晚内娱艺人的表现普遍不如香港艺人，所以当王一博的表现足够平稳而没有失误时，质疑声就由此而来。只不过令黑子们失望的是，王一博在演唱时是有点小失误的，那就是无名者聚散分离唱成了无名族聚散分离，这要是对嘴假唱，王一博又怎么会发出无名族的声音呢？要知道无名的原唱就是王一博，这唱自己的歌很正常，他总不可能在录制歌曲的时候故意唱错歌词吧？可在舞台上将歌词嘴瓢唱错了还被质疑假唱，那就过分了。事实上，有很多人质疑王一博假唱的原因是有时候王一博将话筒拿开了却有声音，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发出的歌词都是这些那些，属于歌曲中的电音，本身就是属于节奏中的一环。无名中的电音有很多，王一博总不可能一口气都不吸，全部唱完吧。事实上，王一博的音准和稳定性比较强，同时因为歌曲有部分属于双音叠唱，这部分伴奏放了和音，王一博唱一半歌词，另一半则是和音，这部分叠唱，在 MV 录制时是由王一博录制2次再合成，现场 live 一个人则无法完成，势必要用合音。或许就是这个合音，造成了一部分人的误解。事实上和原版 MV 相比，王一博现场 live 在1分26秒处高音稍微调有点不一样，在1分43秒的第二个不妨再等一等中，王一博做了变调，这些细微的演唱差异，是王一博临场发挥的证明。幸亏王一博现场发挥和原版 MV 有少量区分，并且嘴瓢说错无名者，否则还真的难以真相大白呢。稍微了解一下王一博曾经的爱豆生涯，就会知道他可以在唱跳全开麦的情况下依旧特别稳。他虽然是超强舞担 rap 担，但他是翰林艺高实用音乐系毕业的。王一博的唱歌音准一直是特别棒的，不能因为别人唱的好、唱的准、唱的稳就去给别人打上不好的标签吧。承认别人优秀不难，有些人是音盲就别动不动质疑别人。无名这首歌有的部分是自己的和声，那些是属于伴奏部分，本来就不用唱，拿这个黑别人真的是丢人又暴露自己的无知啊。一个能够在高强度舞蹈的情况下依旧稳定输出歌词的唱跳歌手，在一个晚会的场合中因为唱的平稳没有出洋相就造谣污蔑假唱，着实是让人无奈。王一博今年有3部电影热播，热烈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恐怕有些人是真的急了吧。2023年6月29日，王一博在香港回归晚会上独唱了一首自己主演的电影主题曲《无名》。他台风稳健，唱功在一众实力派乐坛歌手里也毫不逊色，拿下了当晚最具影响力舞台表演第1的成绩。可是，在娱乐圈这个勾心斗角的圈子里，你越是优秀越是会被造谣。
他的稳健唱功被黑粉剪辑拼接，文字误导，想给他扣帽子。这些极度疯了的黑粉将他演唱的片段反复研究，一帧一帧拿放大镜找纰漏，可惜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不甘心的黑粉又利用大众不懂乐理容易被引导的心理，狡猾的将两句重叠，需要提前换气唱下一句的部分拼凑剪辑成黑解说视频，到处引导大众误解。前一句末尾的电音和声部分被黑粉造谣成了话筒对不上歌词。小编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无名中的一切并没有在镜子里和不妨再等一等这两句设计有重叠部分。前一句末尾要快速结束不拖尾音，立刻换气进下一句。所以前一句末尾必须有电音，去完成和下一句的重叠效果。原唱就是这样。试想两句重叠，一个歌手不提前换气怎么接下句？有点乐理知识的都知道这是二部轮唱的配唱，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可小黑子们为了博流量赚黑钱，不动脑只有嘴，到处造谣，颠倒黑白。说到这里，小编不禁疑惑，他究竟动了谁的蛋糕，这么忌惮他？另一位假唱歌星是现年74岁的徐小凤，身为香港乐坛殿堂级歌后，一出场就引起无数观众回忆杀。但她唱《风的季节》时，有明显的鼻音共鸣，用拉麦的距离来演唱，但凡经常去 KTV 的，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因为徐小凤的地位，很多观众对徐小凤也都嘴下留情，说能见到她就已经很满足了。只能说小凤姐可能有自己的顾虑，或者什么别的情况吧，毕竟也是70好几的歌后了，只是没在这次晚会听到现场原声，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的。不过与徐小凤对比，现年76岁的阿姐汪明荃更厉害。虽然声音条件大不如前，但阿姐还是完整的演唱完了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汪明荃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明显能听出他有粤剧的底子，他声音好像那种留声机唱片的感觉。当然，他的嗓音条件还是不错，作为国际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参加这个晚会演唱歌曲也是值得喝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